裁员名单下，全公司只裁了我一个。HR 约谈时，我直接把赔偿协议甩他脸上。N+1，你们打发叫花子呢？晚上，钱老板在餐厅碰到我。明天那个3.6亿的项目资料整理好了吗？客户等着要。老板，我已经被裁了，你去找别人吧。下一秒，我的手机响了，是他秘书打来的。丹哥，求你回来，公司不能没有你啊！我正在核对天虹光电那份3.6亿项目合同的最终条款，还有2个细节敲定。这份持续跟进了7个月的硬骨头就能彻底啃下来。这时 HR 总监李伟探进半个脑袋，脸上挂着职业假笑。庄总监，有时间吗？来一下会议室。5分钟，我把这个合同收个尾。不用了，现在就来吧。李伟的语气里透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催促，那种公事公办的冷漠让我心头一跳。我跟着他走进那间被称为审判庭的小会议室，室内光线压抑，空气里飘着廉价空气清新剂和紧张混合的古怪味道。公司架构调整，业务优化，庄总监，你的职位被取消了。他的声音毫无温度，像是在宣读一份天气预报。我盯着那几个刺眼的黑字，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我环视这个我奋斗了6年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沾染着我加班熬夜的气息。墙上优秀员工的照片里，我的笑脸挂在最中央。连续4年，裁员名单都有谁？我的声音平静的让自己都感到意外。目前只有你一个。只有我一个。这5个字像一把淬了冰的锤子，狠狠砸在我的心口。不是架构调整吗？不是业务优化吗？原来我是那个需要被优化掉的垃圾。李伟显然很熟悉这种场面，他立刻又推过来一份文件。庄总监，公司念及你过去的贡献，给出了 N+1的赔偿方案，已经是行业最高标准了。你看看，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签了。他脸上那种施舍般的表情，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哈，30万，可笑。6年前，我作为应届生加入红叶科技，跟着老销售跑断腿，每天皮鞋磨出满脚血泡，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5年前，我独立拿下了公司第一个1000万级订单，在庆功宴上，老板赵启明说我是他的福将。3年来，我坐上销售总监的位置，一手组建了公司的王牌销售团队，签下了11个改变公司命运的大项目，为公司狂揽超30亿营收。我为这家公司流过血，拼过命，把最宝贵的青春燃烧在了这里。可如今，他们用30万像打发一个乞丐一样，想把我扫地出门。我为公司赚了30个亿，你就拿30万打发我？李伟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强撑着说：“庄必凡，这是按劳动法规定来的，公司也是按规定办事。规定？跟我谈规定？我通宵赶方案，一个人拿下丰氏集团那个根本没人敢碰的烂摊子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谈8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我为了陪鼎盛资本的王总，连我妈的手术都没能赶回去陪护，你怎么不跟我谈法定节假日的规定？现在你们卸磨杀驴，跟我谈规定了？”我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撕扯出来的。李伟嘴里结结巴巴的辩解：“这是老板娘，不，是公司的决定，公司的决定。”老板娘柳如烟，听到这个名字，我全明白了。她仗着是老板妻子，挂着副总闲职，却总对业务指手画脚。她嫉妒我在公司的声望盖过她，处处给我使绊子。前几天，她还把只会投胎、一无是处的草包侄子塞进了销售部。原来这一切都是在给她侄子铺路，真是好一招高明的内功干政。我拿起那份薄薄的赔偿协议，看着上面冰冷的条款，然后当着李伟的面，一寸寸的撕得粉碎。李伟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像看一个疯子。回去告诉赵启明，他会后悔的。外面大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假装忙碌，却人人竖着耳朵，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我的工位上，电脑屏幕还亮着，那份3.6亿的项目合同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什么都没拿，径直走向大门，路过昔日并肩的同事，他们眼神各异，或同情，或惋惜，或幸灾乐祸，却无一人敢出声。这就是职场。走出红叶科技大厦的那一刻，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自由了，也一无所有了。我的心空得像个黑洞，但那黑洞的中心正燃起一簇小小的黑色的火焰。我没回公司附近那间专为加班租的小公寓，此刻回去只会让我觉得窒息。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家常和客户吃饭的日料店，点了一壶清酒，自斟自饮，冰凉的酒入喉，却压不住心底的火。6年，人生有几个6年？我最好第6年，为了狗。正当我对着面前的牡丹虾刺身出神时，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是前老板赵启明，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看样子是个重要的客户。哎呀，小庄，你也在这吃饭啊？正好正好，陈总，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跟您提起的我们公司的王牌销售总监庄必凡。陈总立刻露出赞许的目光。久闻庄总监大名，红叶有你，真是如虎添翼啊！我看着赵启明理所当然的骄傲，只觉得荒诞至极。王牌，1个小时前我还是，现在我只是一个被踢出局的失败者。我没伸手，只淡淡扯了下嘴角。赵启明似乎没察觉到我的异常，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催促我：“明天那个3.6亿的天虹项目资料都整理好了吧？那边催得很急，客户等着要最终方案。你明天一早直接带上材料，去跟陈总的公司对接一下细节。”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像往常一样理所当然地给我安排着工作。他甚至不知道我已经被裁了。是柳如烟自己擅作主张，还是他默许之后懒得处理后续，把烂摊子全丢给了 HR 和那个女人？不管是哪一种，都足够说明我在他心里
不过是一个用起来顺手的工具，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工具的死活。我抬起眼，平静地对上他那双精灵的眼睛，声音不大，却无比清晰。老板，你是不是忘了我今天被裁了？他像是没听懂我的话，或者以为我在开玩笑。你说什么？裁员通知，白纸黑字，是你老婆，我们敬爱的柳副总亲自签批的。我顿了顿，欣赏着他脸上由震惊转为惊慌的精彩变化。哦，对了，还给了 N+1的赔偿金，不过我嫌脏，没要，所以那个3.6亿的项目，你还是找别人吧。找谁？那个项目的关键对接人，所有的核心技术方案，还有客户那边所有的私人关系，全都在你手上。我找谁？那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那个宝贝侄子，新上任的程总监能搞定。程姐。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疯狂震动，短信提示音在安静的店里格外刺耳。我瞥了一眼，不用看也能猜得到内容。今天的鱼格外鲜美。赵启明和那个陈总几乎是落荒而逃，他们前脚刚走，我的手机就凄厉地响了起来，直到打的第5遍，我才慢悠悠地划开接听键。凡哥，我的亲哥，求求你了，你快回来吧，赵总快疯了。天虹光电的刘总刚刚打来电话，说我们要是明天给不出最终版的技术对接方案，合作就当场终止，违约金要8000万。小李，我已经不是红叶的员工了，这件事与我无关。怎么会无关呢？凡哥，那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你跟的啊，所有的关键数据和加密文件都在你的私人电脑里，我们这边只有一些基础的草稿，根本没用啊。小李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可是那个3.6亿的项目只有你能交接。在我被通知裁员的那一刻起，就没人跟我谈过交接。李伟只给了我一张解聘书和一份侮辱人的赔偿协议，想让我回去。可以啊，让赵启明和他的好太太柳如烟亲自来求我。电话那头瞬间死寂，我没等他反应，直接挂断，打开通讯录，把赵启明、李伟和所有管理层的号码一个一个全部拉黑。世界终于清。我翻出通讯录里那个备注大金李总的号码，鼎盛资本掌舵人，是我入行以来最铁的贵人，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甲乙方关系。李总，晚上好，感谢多年来的信任与关照，因个人原因，今日已从红叶科技正式离职，江湖路远，有缘再见。信息刚发出，李总的电话立刻打了进来。小庄，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离职了？赵启明那个老小子对你不好？一点复杂的内部原因不提也罢。我语气轻松，不想把负面情绪传递给他。就是跟您打声招呼，以后红叶那边的业务会有其他人跟您对接了。小庄，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红叶内部有人为难你了？李总，都过去了。放屁！我告诉你，小庄，我们鼎盛跟红叶合作这么多年，认的是你庄必凡这个人，不是他红叶的牌子。你知不知道，你那个3.6亿的项目，我们这边连配套的资金和团队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一声令下。你要是走了，这个项目我们也就不做了。我马上就给赵启明打电话。别，李总，您这样会让我难做的。那你告诉我，你下一步什么打算？想自己干还是找下家？一句话，钱和资源，你李哥我这里都有，不能让你这样的人才被埋没了。赵启明、柳如烟，你们以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不，这才哪到哪，反击的号角才刚刚吹响。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手机里几十通未接，上百条微信全是红叶同事。我随手清空，倒是私人微信里前同事兼好友林晓发来了一串爆炸表情。凡哥，出大事了！你猜今天谁坐了你的位置？谁？程杰，老板娘那个草包侄子。今天早上柳如烟亲自开全员大会宣布的，任命程杰为新任销售总监，全面接管你的工作。赵总全程黑着脸，一句话没说。柳如烟这是铁了心要扶持他的人上位，哪怕是用公司的命脉做赌注。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那个3.6亿的项目，他3天之内就能搞定，让你以前的团队都听他指挥，大家脸都绿了。我好像已经看到了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果然，下午的时候，林晓的战报又来了。完了，凡哥，程杰那个蠢货捅出天大的篓子了。他拿着你电脑里仅存的一份项目初稿，就去跟天虹光电那边开视频会议了。客户的技术总监问了3个关于核心算法的问题，他一个都答不上来，支支吾吾半天，最后竟然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冲人家吼：“就按这个方案做！你们懂技术还是我们懂技术？我们是专业的。”我看到这里，忍不住笑出了声。专业？他懂个屁！天虹的刘总当场就翻脸了，说我们红叶是在糊弄他，毫无诚意，直接宣布暂停所有合作，并且法务函已经在路上了，要求我们必须由你庄必凡亲自出面道歉，并提供完整方案，否则就法庭见。赵总当场就把茶杯给砸了，听说在办公室里跟柳如烟吵翻了天。紧接着，林晓又发来一条。不止，
陈杰那个白痴，为了挽回面子，又自作主张去联系了之前你谈下来的宏图集团那个千万级的单子，想催促进度。结果他态度极其傲慢，3句话就把对方负责人给得罪了，对方直接发邮件给公司取消了全部订单。一个下午，一个3.6亿的项目停摆面临违约，一个千万级的订单直接告吹，这就是柳如烟选的人才。的大项目一出问题，公司本就紧张的资金链瞬间捉襟见肘。喂，庄必凡吗？我是赵启明。他声音疲惫不堪，有事？他依旧是命令口吻。回来，现在，立刻，马上回公司，把天虹的项目给我处理好。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是这副老板的嘴脸，他以为他是谁？赵总，我好像昨天就跟你说过了，我已经不是你的员工了，我没有义务，也没有心情去给你收拾烂摊子。庄必凡，你别不知好歹，公司培养了你6年，你就是这么回报公司的？回报？我的回报就是换来一张裁员通知和一个 N+1的侮辱性赔偿吗？那是个误会，是柳如烟的自作主张。是吗？那你昨天在餐厅为什么一无所知？一个销售总监的任免，你这个 CEO 竟然不知道？赵启明，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还是在侮辱你自己的管理能力？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良久，他似乎是泄了气，语气带着一丝恳求。庄必凡，算我求你，你回来吧，条件你开，总监的位置还是你的，我给你加薪，给你股份期权，行不行？听着这迟来的许诺，我心里没有半分波澜。早干嘛去了？赵总，晚了。在我挂掉赵启明电话的第3天，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电话。贺川，启明创科的创始人兼 CEO， 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过去几年，我和他交手不下10次，互有胜负。他是个可怕的对手，但也让我佩服。庄总监，有时间吗？在你家楼下咖啡馆，想请你喝杯咖啡。我下了楼，果然在靠窗的位置看到了他。贺总真是神通广大。我听说了红叶的事，赵启明真是老糊涂了，自毁长城。我没说话，喝了口咖啡。我今天来不是看你笑话，也不是趁人之危，我是来正式邀请你的，来我的启明创科。我缺一个能跟我一起打硬仗的合伙人，职位销售副总裁。另外，我个人出让5%的公司股份给你。合伙人、副总裁，5%股份，身家直接数千万，条件优厚的离谱。在我被红叶当作垃圾一样丢出来的时候，最大的竞争对手却是我为珍宝，真是讽刺极了。贺总，你不怕我把红叶那套带过去，不怕我带来的客户不稳定，甚至不怕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报复红叶的跳板？我说了，我邀请的是你庄必凡这个人，不是你手上的客户名单，也不是你过往的履历。我相信我的眼光，我赌的是你的能力、你的野心和你那颗不甘于死的心。他的话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插进了我心里最深的那把锁。是啊，我不甘心，我怎么可能甘心？红叶欠我的，赵启明和柳如烟欠我的，我要他们加倍奉还。我不再犹豫，向他伸出了手。贺总，合作愉快，欢迎加入，庄副总。第2天，贺川便通过行业渠道不经意放出我加入启明创科的消息，整个圈子瞬间炸了。赵启明的电话立刻打来，换了陌生号码，一接通就是气急败坏的咆哮：庄必凡，你什么意思？你竟然投靠了启明创科，你这是背叛！背叛？赵总，我记得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在你签发那份裁员通知的时候就已经终止了。你还有，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打我电话了，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我很忙，没时间应付你这种失败者。说完，我直接挂断，再次拉黑。入职启明创科的第1天，贺川给了我最高权限，公司所有资源、技术、市场、财务，你随便调动，你的目标只有一个，把我们失去的市场份额都给我抢回来。我的办公室比在红叶的大2倍，恰巧正对着红叶的写字楼。我没有急着去联系老客户，而是召集了启明创科最好的技术团队，开了一场长达8小时的闭门会议。2天后，一份全新的、逻辑更严谨、技术更先进、成本更低的全新方案出炉。我拨通了大经理总的电话。李总，我是庄必凡，我这儿有个东西，您一定感兴趣。半小时后，在启明创科的会议室里，李总和他带来的技术团队看着我屏幕上的 PPT， 眼睛越瞪越大。当我讲解完最后一个创新点时，绝了，小庄，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这比你之前在红叶提的方案还要好上2倍。我就知道你是个宝，赵启明那个蠢货把你放走，是他这辈子做的最亏本的买卖。李总，合同带来了吗？带了，当然带了，我们现在就签这个3.6亿的项目，从今天起就是你们启明创科的了。曾经属于红叶的那块最大的肥肉，现在正式落入了我的囊中。送李总下楼时，他拍着我肩膀：小庄，好好干，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都瞧瞧，他们失去的到底是什么。我并没有止步于3.6亿的项目，而是按照客户重要等级和亲疏制定了一份拜访名单，在1周内联系了5、6个曾经与我关系最铁的核心大客户。当我告诉他们我加入技术与服务都更出色的启明创科能提供远胜红叶的定制方案时，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就选择了我。小庄，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信的就是你这个人。红叶那边最近乱七八糟的，派来的那个姓程的小子简直就是个白痴，我们早就不想跟他们合作了。
你到了启明，太好了，我们下个季度的单子直接转给你们。解约函如雪片般飞向红叶，新协议在启明接连签署。林晓告诉我，红叶的销售部门彻底瘫痪，程杰面对那些解约函束手无策，只会在办公室里跳脚骂人。赵启明急得焦头烂额，甚至不惜下血本来挽留客户，但客户们的回复出奇的一致。我们合作的基础是装必凡，他在哪里，我们的合作就在哪里。红叶股价断崖式下跌，内部人心惶惶。赵启明、柳如烟，你们亲手把我推开，就该想到我会带着你们最引以为傲的一切走到你们的对立面。这种痛苦，你们感受到了吗？柳如烟终于坐不住了，她冲进启明创科的大堂嘶吼：“庄必凡呐，让那个贱人给我滚出来！”我正在会议室和团队讨论一个新项目的细节，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撞开。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我们红叶养了你6年，6年，你就是这么回报公司的啊？会议室瞬间死寂，我示意暂停会议，让助理带其他人出去，才抬起眼，冷冷地看着他。柳副总，请注意你的言辞。第一，我已经不是红叶的员工；第二，是你亲手把我裁掉的，现在又跑到我的公司来发什么疯？我裁掉你，你就带着公司的客户跑路，你还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你这个行业的败类！职业道德？你们用 N+1打发一个为公司创造了几十亿价值的工程师，怎么不跟我谈谈你们的道德？你们让一个连 PPT 都看不懂的草包接管公司最重要的项目时，怎么不跟我谈谈你们的职业精神？柳如烟，客户不是傻子，他们选择的是专业，是服务，是价值，而不是选择一个靠着裙带关系上位，只会指手画脚的蠢货。他被我的话堵得面红耳赤，眼看道理讲不过，他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贺川走了进来，脸色阴沉。这位女士，如果你再在我的地盘上对我公司的合伙人进行人格侮辱，我不介意让我的律师来跟你谈谈，或者直接报警告你诽谤和寻衅滋事。柳如烟气焰骤消，贺川吩咐保安把这位女士请出去，记下她的样子，以后启明创科不欢迎她，禁止她再踏入公司半步。是，贺总。你们放开我！赵启明，你死哪去了？你老婆被人欺负了！庄必凡，你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他不甘心的尖叫声和咒骂声回荡在走廊里。你没事吧？让你见笑了。她应该庆幸她是个女人，否则她今天走不出这栋大楼。这一场闹剧，柳如烟彻底沦为了整个行业的笑柄，而我在启明的地位愈发稳固。柳如烟大闹的视频被发到网上，红叶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周末，前副手张工打电话给我：“凡哥，方便见个面吗？我们有几个兄弟想跟你聊聊。”茶馆里，红叶技术部、销售部核心骨干全员到齐，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兄弟。凡哥，公司现在全乱套了。那个程杰什么都不懂，还瞎指挥，客户的需求他听不明白，技术的问题他一窍不通，出了事就知道骂我们，把所有责任都往下推，这个月的业绩直接归0，我们连基本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技术部这边更惨，之前你定的几个研发方向全被他叫停了，他自己拍脑袋想了几个不切实际的点子，逼着我们去做。我们跟他讲道理，他说我们倚老卖老，不服从管理。现在整个部门的人要么在摸鱼，要么在准备简历，这公司是真的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张工从包里拿出他们所有人的辞职信和简历，放在我面前。凡哥，你去哪我们就去哪。我们这帮人只认你，只要你还肯要我们，我们愿意跟你从头再来。看着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我鼻子一酸，却没立刻答应。我把情况和贺川商量了，怕个人恩怨给启明添负担。贺川听完只说了一句话：“红叶不要的人才，我们启明要；优秀的人才，我们永远欢迎。人事那边你打个招呼，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办好入职手续，职位和薪水只高不低。庄必凡，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背后是整个启明创科。”红叶公告栏贴出长长的离职名单，技术核心、销售王牌集体跳槽。红叶这条大船被我抽走了最后一根龙，他的沉默只是时间问题。赵启明这次来找我，没有再打电话，他是一个人来的，没有预约，就在启明楼下咖啡馆，从下午等到我下班。他看到我，挣扎着站起来，姿态放到了尘埃里。庄必凡，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是我没用，是我没本事，管不住我老婆，让她在公司胡作非为。这是柳如烟写的道歉信，她已经从公司离职了，我们正在办离婚手续。我没有接那封信，因为柳如烟的道歉对我来说一文不值。见我无动于衷，赵启明更慌了。我愿意出让红叶60%的股份给你，你回来当红叶的 CEO， 求你救救他。这个曾经在我面前呼风唤雨的中年男人，此刻卑微的像条哈巴狗。赵总，你知道破镜为什么难重圆吗？因为他有裂痕，不管怎么粘合，裂痕永远都在。信任也是一样，当初你们夫妻俩联手，毫不犹豫地把我踢出局的时候，红叶科技这家公司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我现在过得很好，启明才是我的家。赵启明眼中的最后一丝光亮也彻底熄灭了，他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真的没有一点机会了吗？”门外，贺川的车就停在路边，车窗外，
赵启明那个落寞萧瑟的背影被迅速甩在了身后。再也不见。